夜12点加班时，我们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有杀人狂进入大楼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发件人是个陌生号码，一时间大家都愣了愣。坐在我旁边的王哥率先笑出来，这是谁搞的恶作剧？就想让咱继续加班是吧？他伸了个懒腰，不管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王哥拎包下班，然而40分钟后，一个叫小美的女孩冷不丁地说：“不对，王哥为什么还在附近？”她刚刚想用蓝牙给旁边的同事传文件，结果搜索附近可共享的人时，发现了一个老王，这是王哥的手机。小美的神色变得不安。王哥不是40分钟前就下班了吗？按理说，他现在应该要么在回家的路上，要么已经到家了。但此刻按照蓝牙的搜索距离，他甚至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楼层。联想到刚刚那条短信，大家的脸色开始变得有点不好看。有人说，会不会是去厕所了？老板刚从厕所回来，厕所没人。不知道是谁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。不会那个进来的杀人狂就是王哥吧？现在就藏在暗处，准备杀了我们。一个身穿棒球衣的高大男孩立刻接话：王哥是杀人狂？那太好了，我能一拳干爆一个。这话一说，大家都笑起来，因为王哥身材矮小，体型瘦弱，换桶水都需要别人帮忙。老板说，估计小王就是把手机落在这里了，你们帮他找找，明天给他。棒球男立刻给王哥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想听铃声来判断手机的位置。电话拨通，四周一片寂静。静音了。棒球男嘟囔一下，挂了电话。就在我们打算继续帮王哥找他落下的手机时，棒球男的手机突然叮了一下，王哥发来消息，什么事？我们愣住了。棒球男愣了愣，给王哥发，你在哪呢？王哥回复，我刚到家。怎么了？看到这条消息，棒球男气不打一处来，还骗呢？我们都搜到你的蓝牙了，你在哪儿藏着呢？他打到一半，正要发送，手机却突然被小美抢了过去。别回，这个发消息的人不是王哥。小美抬起手，指着聊天界面，你们看，王哥平时发消息从来不打标点符号，句子之间都是用空格隔开。大家全都愣了愣，各自打开手机翻了翻，的确王哥之前不打标点的。棒球男挠挠头，也许是他偶尔改变习惯呢。我思考片刻，拿过棒球男的手机给王哥发，我有2箱水果要搬回家，本来想让你开车捎我一下呢。王哥回得很快，刚才怎么不说明天吧？棒球哥松了口气，你看这句不就没标点了？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脸色同时变得非常难看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2个刚和王哥闲聊过，他抱怨自己的车昨晚被追尾了，送去维修，这周都得坐地铁了，所以他开不了车。刚刚发消息的人一定不是王哥，而最可怕的是，上一条他还带标点，这一条就立刻不带了。这说明这个人他听得见我们说话。这个大厦新建成没多久，我们在12层，整层只搬进了我们这一家公司，其余都是空房。此刻这个拿着王哥手机的人，很可能就躲在隔壁的某间空房里监听着我们。我和小美在纸上写下了自己推论，拿给同事们看，大家的脸色全都变得煞白。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胆子小，此刻已经瑟瑟发抖，他在纸上写，我们报警吧。棒球男立刻反驳他，你怎么跟警察说？收到了一条恶作剧短信，还有几条有标点没标点的微信。棒球男在纸上写，去监控室就一清二楚了。监控室可以看到王哥去了哪里，也可以看到整层楼的情况。如果真的有凶手潜伏在这一层，只要查监控就能看到他的位置。棒球男起身就要去监控室，但是突然被小美拦住了。小美用自己的备忘录打字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单独行动。的确，如果真的有杀人狂潜伏在这里，那落单的情况无疑是最危险的。棒球男有些不屑，因为他身材高大，浑身都是肌肉，只有别人怕他，没有他怕别人的份儿。然而小美已经分好了组，我们留在公司加班的一共有6人，老板、王哥、棒球男、眼镜男、小美和我。现如今王哥不知所踪，还剩下的5人里，棒球男和眼镜男一起去监控室，剩下3人在原地等候。棒球男提出，眼镜这么怂，还是算了，老板跟我一起去吧。眼镜男本来就害怕，闻言更是求之不得，一个劲儿的往后躲。于是棒球男和老板一起打开公司的门，走进了昏暗的走廊中。在小美的要求下，棒球男还拿手机连着视频，给我们实时直播他们看到的情况。走廊里黑沉沉的，我们的办公室在最北端，监控室则在最南端。过去需要穿过整条走廊，在经过楼梯间和电梯间的时候，老板和棒球哥都查看了一下，不查看不要紧，一查看，我们的心同时跌落谷底。电梯停运了，显示板上一片漆黑，而楼梯间的大门则被关上了，门上挂着一把铁锁。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同时掏出手机报警。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拨，手机里都只传来嘟嘟的占线声。我又试着发了几条微信，我能够将消息发送给小美，但是当我试图发给外面的朋友时，消息就始终显示正在发送的圆圈，有信号屏蔽器。小美倒吸一口冷气，
这个人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。老板和棒球男终于到达了监控室，从视频连线中，我们也能看到监控的整个画面。眼镜男几乎是无法抑制地发出了一声惨叫。王哥，那是王哥，王哥已经死了。他倒下的位置离监控摄像头很近，而他的位置就在我们隔壁的空屋，与我们只有1墙之隔。尸体已经找到了，那么凶手呢？监控室中几十个显示画面中全都空空荡荡，整层楼除了死去的王哥和我们5个外，并没有别人。也就是说，要么这个杀人狂是个鬼魂，要么杀王哥的人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。而就在同一瞬，手机里突然传来棒球男惊恐的喊声：“老板，你干什么？”下一秒，视频连线断了。几秒钟后，走廊那端突然传来了一声重响，响声之大，让所有人都狠狠哆嗦了一下。随后，微信群里弹出了棒球男的语音，他喘着粗气：“老板刚刚突然想杀我，还好我力气大，反应也快，他被我反杀了。我现在回去，你们都还在公司里吧？”随着语音一起被发到群里的，还有一张照片。监控室内，老板倒在地上，我强忍着恐惧，想要回复棒球男，然而小美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。棒球男在撒谎，看出不对劲了吗？我狠狠抖了一下，我明白了，如果老板是在想要偷袭棒球男时被反杀，那么他应该是迎面被棒球男击中，但此刻老板的伤口是在脑后，所以老板根本没有偷袭棒球男，而是棒球男在老板看监控的时候偷袭了老板。旁边的眼镜男盯着前方，一个劲儿的喃喃：“都在撒谎，都不可信。”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远远地响起了脚步声。棒球男回来了。电光石火之间，眼镜男突然打开门，把我推了出去。小美发出一声尖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小美想要后退，然而已经晚了。眼镜男将她也推出了房间。接着，眼镜男重新锁了门。安全了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眼镜男隔着玻璃冲我们露出神经质的笑容。来不及了，小美拉过我。他不会给我们开门的。我浑身发软，而下一瞬，棒球男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走廊的远处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根棒球棍。你们怎么出来了？黑暗中，棒球男问我们：“你们为什么在发抖？是害怕我吗？”他露出牙齿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们又不是老板。”他扬起了手中的球棍。所以啊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难看。小美推了我一把：“快跑，我们分开跑。”我转身，不要命地朝前跑去。下一秒，我便听见棒球男也跑了起来。他的猎物是我还是小美？我穿过整层大厦，跑到了最南面。监控室门敞开着，地上躺着的是老板。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钝器的重击声，伴随着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的心骤然跌进了谷底。是小美被眼镜男抓住了吗？随后脚步声再度响起，他现在来杀我了，躲不过去，根本躲不过去，除非从楼上跳下去。等等，我知道自己该躲去哪里了。棒球男来了，拖着球棍，我屏住呼吸，用尽全身力气克制住自己不要发抖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连3米都不到。走过去，快走过去！我在心里祈祷。眼看着棒球男就要从我身边走过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到你了，他笑着说：“出来吧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几乎心脏停跳。片刻后，棒球男动了，他凑到监控室的显示屏前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我的身影。不可能啊！我听到他低声喃喃：“难道他跑这么快，已经到厕所了？还是说他又回公司了？”厕所是这个楼层唯一没有摄像头的死角，而公司里有桌子，人可以躲在后面避开摄像头。棒球男嘟囔着走了，在确认棒球男确实已经走远后，才猛地坐起身来。垃圾从我的脸上滑落，我大口呼吸着，我赌赢了，这是我唯一能躲过棒球男搜查的办法。棒球男不会想到，这具倒在血泊里、脸被垃圾盖住的尸体不是老板，是我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忍着恐惧，换上老板的衣服躺进血泊，而真正的老板被我剥下衣服后，从12楼的窗口推了下去。看了一眼监控，我立刻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正在由大厦的北面向南面移动，准备回公司。而最南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公司里，眼镜男正在试图把毛毯系在一起，变成一条绳索。我心里一动，眼镜男想跳窗，只要他能到第11层，就可以从窗户进去，然后从第11层逃生。我也必须想办法离开这一层。平缓了一下呼吸，我走出了监控室。路过楼梯间的时候，我再次试着推了推门，还是不行。2道门中间挂着一把 U 型锁，顶多只能推开不到10厘米的缝隙，人根本无法从中穿过。等等，这把锁很熟悉，我想了起来，这把锁是王哥买的。老板说公司的大门最好再加1道防护，于是王哥就下单了这种最传统的 U 型锁，今天早上才到货。为什么王哥的锁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层楼门是王哥所住的？或许自己应该去检查一下王哥的尸体。我悄悄潜回了大厦的南面，远远的我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站在我们公司的门口，望着玻璃门内。下一秒，棒球男举起了球棍，砸在玻璃门上，一下再一下。棒球男没有看见我，他的注意力正在被门内的眼镜男吸引。你宁愿掉下去摔死，也不愿意死在我手里吗？
趁着二人对峙，我飞速地潜入了隔壁的空房。王哥的尸体仍然停在那里，有2样东西不见了，一样是他的手机，另一样是他随身携带的钥匙串。我起身，觉得某些真相似乎在朝我逼近。然而就在我想要继续思考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眼镜男跳下去了，他的腰间系着绳索，悬挂在12层和11层的中间，整个人浑身发抖。慢慢的，他把自己往下放，而同时传来的是公司大门处的玻璃碎裂声。眼镜男尖叫一声，他加快了手中的速度，而就在下一秒，棒球男已经来到了窗边，他飞速地抓住了绳索，手中拿出一把刀，一刀下去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他整个人从11楼窗口掉了下去。眼镜男死了，只差一点他就要成功了。这时门口传来了砸门的声音，球棍砰砰地砸在门上。林岩，我发现你了！我不断地往后退，一路退到角落里，只要这道门被撞开，就是我的死期。然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撞门声突然停了，外面重新变得很安静。我以为棒球男砸累了，只是短暂的休息一下。然而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门外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响。我走上前去，从门缝往外望了望，外面的走廊黑漆漆的，没有人。然而下一瞬，我便意识到不对，后退一步，我缓缓趴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我和棒球男的眼睛对上了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趴在地上，死死地盯着我看。我发出了一声惨叫：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人？我没有得罪过你，我真的没有得罪过你啊！外面一片寂静，棒球男并没有做任何回答。突然，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，棒球男刚刚看我的眼神好奇怪。我趴下去，再一次的和棒球男对视了，他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半分钟过去了，1分钟过去了，他始终没有眨动一下眼睛。我意识到他不会再眨眼了，他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自己打开了门，黑色的血从他的鼻腔和嘴角流出来。棒球男像是中毒了。我来到了隔壁，玻璃门已经碎了，这里唯一多了的东西是一个饮水机旁的纸杯。棒球男刚刚在目睹了眼镜男坠楼后，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。我蹲下来，在饮水机的冷水出口旁闻到了一点刺鼻的怪味，棒球男很可能是闻不到的，他球棍上的血腥气太重了，压过了其他的味道。是谁做的？是谁往饮水机的出口抹了毒药？我拿出了棒球男身上的手机，打开短信界面，下一秒我的呼吸停跳了。12点整，棒球男和我们所有人一样，收到了那条消息：有杀人狂进入大厦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但是在11点40分的时候，棒球男还收到了来自同一个号码的短信：恭喜你被选中成为杀人狂，定金已经打到你的银行账户。如果今夜除了你外，没有别人从大楼里活着离开，那么你将额外收获1000万元的奖金。与这条短信一同被发进来的是银行的短信，显示账户进账10万元，备注定金。这就是棒球男杀死所有人的理由。在收到提醒短信的20分钟前，他收到了杀人的短信。游戏开始时，他已经是个卧底。那么这个游戏中，卧底只有一个吗？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老板的手机，我看了一下，12点进来一条短信，在之前11点50同时进来2条短信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触摸到了这一晚的真相。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：林岩，你还活着？我回过头去，看到了小美。小美没有死，在离开公司的那场追逐战里，她被棒球男的球棍扫到了左臂，整条胳膊瞬间不能动了。在她倒地后，棒球男扔下她，开始搜寻我，而她强忍着疼痛，爬进了厕所，躲进了洗手池下的死角里。小美说：我等了很久，棒球男一直没有出现，附近也没有脚步声，我就出来看了看，果然他死了。我怔了怔，你知道他会死？小美说：是我往饮水机里下的毒。听到这，我神经再次紧张起来，赶紧将自己手机上的短信内容藏了藏。看来今晚的游戏还没有结束。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晚上11点，导员突然在微信群里艾特全员，所有人立刻回寝室，锁好宿舍门。楼道电路起火，工作人员正在检修。我不明白检修电路为什么要锁门，而且宿舍明明有电。2分钟后，住同宿舍楼的闺蜜私信我，有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以为闺蜜在开玩笑，上铺的萍姐紧接着说道：快去锁门！我男朋友说有一个杀人犯进了宿舍楼。我慌了，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她男朋友比我们小1届，萍姐从不开玩笑，真的有杀人犯。我连忙跑到门前，正准备上锁，停顿了一下。可是苏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等他回来再锁门？我们宿舍一共4个人，老大萍姐，老二回家了，老3是我，老4苏月刚去楼道取衣服了。我还在犹豫，萍姐当机立断，先锁门，等苏月回来我们再开。同时，萍姐在宿舍群里艾特了苏月，苏月你在哪？衣服别取了，快回来，外面危险。苏月，没事，
衣服取好了，我在楼道拐角看到有2个男的，身上背着袋子，拿着扳手，应该是导员说的维修工吧。杀人犯的消息我也听说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还好他们没看到我。我准备绕路从另一边的楼梯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他们的脸了。他们……苏月消息打了一半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来源就是苏月所在的楼道拐角。苏月被发现了，我和萍姐互相看了一眼，2个人眼中都映出对方惊恐的样子。如果是维修工，没有理由去追苏月。我和萍姐都没在微信群里再说话，萍姐比我先冷静下来。我先私聊导员问问情况，导员没在群里说真相，应该是怕大家恐慌。煎熬地等了2分钟，萍姐说道：“导员让我们别担心，杀人犯的事情是谣言，真的是在维修电路。”我对这个答案半信半疑。紧接着宿舍群弹出了新消息，苏月，吓我一跳，刚才真的是维修师傅，他们追我是怕我走到有危险的区域，等我这就回来。看到苏月的回复，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很快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让我心安的是，这一次的脚步声并不急促，咚咚咚，敲门的声音传来。因为刚才的惊吓，开门前我还是先看了一眼门禁，是苏月没错。正在我要开门的时候，一声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很大，应该是1、2楼传来的。我们宿舍在6楼也听得清楚。班级群的消息一下炸了，什么情况？不是电路维修吗？刚刚惨叫怎么回事？听说宿舍楼进了杀人犯，真的假的？声音应该是从1、2楼传来了。有没有附近的同学说说什么情况？我就在1层，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敢出门。不过除了惨叫，我好像还听到了刀子砍东西的声音。天哪，太恐怖了！我们报警吧。就在这时，群主开启了全员禁言，刚刚炸开的群消息戛然而止。导员发出了最新消息，同学们请不要慌张，传言是真的，确实有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因为担心大家恐慌危险，所以刚才说是电路维修。学校已经报警，各位同学一定锁好宿舍门，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，警察赶到之前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一定不要开门。为了稳定大家情绪，班级群今晚禁言。正准备开门的我停顿住，咚咚咚，门外敲门声变得急促，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，电路没有坏，那苏月看到的维修工是谁？或者说门外的人？寝室群发消息的人根本就不是苏月。保险起见，我又看了眼门禁，这次我才注意到，苏月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没错，但不是她刚出门时穿的那件，光线暗淡，因为苏月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可仔细观察下，能发现对方的肩膀与手臂是比苏月粗大的。再向下看，我发现对方似乎为了模仿苏月的身高，腿在弯曲着，这个人不是苏月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抬起了头，只见对方戴着口罩，站直了身体有1.8米，直直盯着门禁，向我竖了一根中指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现在脑子乱得不行，把我看到的情况和萍姐说了。萍姐深吸口气，冷静分析起来。我们没听到苏月的惨叫声，她应该是没有遇害。从对方穿着苏月的衣服和在群里发消息来看，苏月应该是背叛我们，和杀人犯一伙了。她刚刚想害我们。我虽然不愿相信，可萍姐分析的没错，别说杀人，就算是控制住挣扎的苏月，也不可能一点声音没有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苏月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又来了新私信，屏幕显示苏小月月，这是苏月的小号，只有我知道的小号。我知道苏月有2个手机，苏小月月，刚才我逃跑的时候，手机和衣服都掉了，现在甩掉他们了，你一定要小心萍姐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人的脸，是萍姐的男朋友。我已经和隔壁603的人联系了，一会去603，你找机会也过来，我给你开门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头皮都开始发麻。萍姐似乎看出我脸色不对，温柔一笑，别怕，我们只要锁好门，等待警察来就行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平日里都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，怎么会和疯子杀人魔一伙？我脸色渐渐变好，冲萍姐一笑，是的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当萍姐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色有些奇怪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导员又拉了一个新微信群，几乎全楼的人都在，少了几个人，应该是漏了吧。刚拉完人，导员就在群里艾特全员，我被他们控制住了。之前消息也是他们发的，之前用我身份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学校报警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报警，我说话会被发现，同学们快报警。另外，本楼不在群里的人都有问题，千万小心。消息发完的几秒，群里异常安静，群里没有禁言，也没人说话，似乎都在消化这些信息。导员被那群疯子控制住了，貌似发了刚刚的消息。从那群疯子进宿舍楼到现在，根本就没人报警。这个宿舍楼里有人和那群杀人的疯子暗中勾结，我则第一时间点开群成员查看更多，搜了萍姐的微信名，发现群里竟然没有萍姐，我整个人愣在当场。
结合导员和苏月的消息，我确定萍姐有问题。现在思考起来，之前门禁里看到的男人虽然戴了口罩，可身高、发型、气质、眼神都和萍姐的男朋友陈哲太像了。我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不让萍姐发现变化，可是我控制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灯灭了，全楼的灯都灭了，宿舍楼断电了。紧接着，我看到手机没了网络，没了信号，黑暗带来了恐惧，却让我的心稍微镇定，这样萍姐就看不到我难看的脸色了。下一刻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样就没法报警了。从导员刚刚拉群到断电、断网、断信号，中间不到1分钟，没人来得及报警，没人会来救我们。我们就像一群困在楼里待宰的羔羊，而近在咫尺就有一个拿着屠刀的猎人。萍姐平和温暖地说道：“一定是那群疯子干的，别怕，既然已经报了警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。”说话间，萍姐拿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削着苹果皮，苹果皮削好，她切了一块，递给我，过来吃点东西压压惊。昏暗中，我看到了萍姐的笑容，带着温暖，温暖中又仿佛带着丝残忍。我走到萍姐面前，努力克制恐惧，吃了那块苹果。可能因为紧张，我完全吃不出味道。为了让萍姐放松警惕，我顺着对方说道：“谢谢萍姐，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”说着，我坐到了自己的床上，在黑暗的掩护下，小幅度地摸索着能对抗萍姐的东西。萍姐突然笑道：“断电之前，你看着手机发呆了好一会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消息？手机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”我心中突然一顿，导员的消息，苏月的消息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删，萍姐的手已经伸了过来。我没有理由不给萍姐看，如果不给，就会被对方发现我知晓了一切。控制住手的颤抖，我拿着手机的手伸了过去，准备趁着对方接手机的时候跑出宿舍。就在萍姐即将触碰到手机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中带着惊恐和绝望。而这一次，惨叫的声音无比清晰，就在我们楼上。我和萍姐的身子都顿了一下，我顺势收回手机，抱住了萍姐。萍姐，我害怕。我的身躯微微颤抖着，我所有的害怕完全可以甩锅给楼上的受害者。对我的行为，萍姐似乎也放下了戒备，没有再提看手机的要求。萍姐拍着我的后背：“别怕，有我在，就算是有坏人来了，我也会冲上去保护你。”她的话很温柔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问题。甚至如果没有导员的消息，我根本不会怀疑萍姐。就在我稍稍放心，等萍姐放下戒备伺机逃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宿舍的窗子没上锁。我们宿舍楼窗户没有护栏，以男生的身体素质来说，从楼上翻到楼下并不难。而现在凶手就在楼上，我离宿舍门有一段距离，而且正在和萍姐拥抱着。楼上的凶手马上就要过来了，我近乎绝望。现在别无选择，我准备先控制住萍姐握着水果刀的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噔噔噔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有人在焦急地敲着603的门，开门的声音传来，有人进了603，603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。进门后没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，应该不是坏人。结合之前苏月发的消息，我断定这个人就是苏月。我去看看。萍姐似乎想要阻止我，可因为我刚刚的表现没有异常，她没有强制控制我的打算，还不忘提醒我一声：“小心点。”我装模作样的在门边看了眼门禁，外面很安静，空无一人。接着我转过头看向萍姐，外面没人，我们这里暂时还安全。我正说着话，就看见一道人影从楼上爬到我们窗户。他的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他背对着月光，所以看不清他的样貌。隐约间能看到他1.8米上下，嘴里叼着一把刀子，双脚踩在我们宿舍窗户的时候，这人单手对我竖起了一根中指。我背靠着宿舍门，面朝宿舍窗户，而萍姐面对着我，她还没有发现身后来人。下一刻，我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电筒，黑夜里，手电筒突然绽放出强光，强光照到萍姐和那个黑影男脸上，让两人眼睛一阵刺痛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连忙打开宿舍门逃走。你死定了！黑影男一声怒骂，随手扔过来一个物品砸在我头上，还好东西不重，没影响我逃走。我拼命跑到603，然后开始拍门，咚咚咚，我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听到了男人和萍姐怒骂的声音。如果603不开门，我就死定了。咔嚓，门开了，苏月把我拉进了宿舍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。算上我，宿舍里现在有6个女孩，原本的宿舍4人，加上我和苏月。苏月抱着我不断安慰，想不到萍姐和陈哲是这样的人。调整好情绪，我把刚刚的经过讲给几人听，并回忆着黑影男的样子，确定是陈哲没错。苏月说道：“之前萍姐有说过，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混混们走得很近，也许她性格一直这样。”另一个女生跟着说道：“我和陈哲高中一个市的，他很出名，是个学霸。高考前的全市联考考了700多分，所有人都默认的清北人选。可高考的时候发挥严重失误，只考了400多分，才来了咱们学校，可能受了刺激吧。”
我一听心里更慌了，这还是个高智商罪犯。就在这时，苏月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小球，问道：你手上这是什么？逃命还不忘带着？我这才发现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材质的圆球，回忆了一下，刚才陈哲从窗户进来的时候，看我要逃，随手扔过来砸我的。幸亏这东西不重。这时宿舍门被敲响了，敲得很急促，大家刚刚缓解的情绪立刻又悬了起来。门外竟然传来了萍姐的声音：酱汁，快开门！我男朋友陈哲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刚刚你把我丢下不管，我不怪你，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要死在这了。我心头一沉，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萍姐99%是坏人。抬起头，我也看到了宿舍里其他人都警惕地看着我，生怕我开门。我对大家一笑：你们救了我，我不会害了大家的。萍姐还在急促地敲门，还在央求我们信任她。突然，我手里的塑料小球发出了声响，从里面传出了男人的声音：海平想杀你们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直到这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观察这个小球，竟然是个小型对讲机。更重要的是，对讲机的声音是陈哲。陈哲是萍姐的男朋友，至少我和苏月是见过他的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陈哲不是坏人吗？苏月面色凝重，紧跟着分析：陈哲知道了萍姐敲不开门，所以想要取得我们的信任。不过眼下统一的战略就是不给萍姐开门。外面的萍姐似乎敲累了，一声叹息：我不怪你们，毕竟杀人犯是我男朋友，我身份敏感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不然我被坏人杀了，你们也会自责的。话落，敲门声停止了，随之而来是一阵跑动的脚步声。萍姐应该是走了，但我听到萍姐最后说的话，心中还是有些疼。忐忑当中，我又看了看门禁，楼道很黑暗。突然，宿舍门外一只眼睛贴在了门外的门镜上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随即门外的人拉远距离，我刚好能看清，就是刚刚佯装离去的萍姐。不过现在的萍姐不再伪装，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，笑容映衬着走廊微弱的绿光，显得阴森可怕。酱汁，你可真残忍啊，把我拒之门外，还有苏月也在里面吧。时间有的是，我们慢慢玩，谁也逃不掉。你们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，所以必须死。我们宿舍里的6人互相看了看，明显比刚才要慌了。萍姐说的没错，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份，她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苏月壮着胆子冲门外说道：萍姐，咱们宿舍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你很温柔，很照顾我们，我们也真的把你当姐姐看，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为什么要参与做这种事？我也紧跟着说道：是啊，萍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哈哈哈哈！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萍姐在放声大笑。萍姐用力踹了一脚宿舍门，知道踹不开，只是单纯的发泄。我这么做当然是觉得好玩呀，我喜欢欺负别人，喜欢看到别人害怕我的样子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把一个人的头按进了厕所，还拍了他的照片，甚至还威胁他跳了楼。之后我洗清了身上的嫌疑，警察根本没证据抓我。我听到萍姐说的话后大吃一惊。萍姐，你说过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笑着说：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是坏人了。况且今晚动手的是我男朋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我也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漫漫长夜，你就在恐惧中等着我吧。说完，萍姐又踹了一下门，接着门外安静了下来。萍姐似乎失去耐心离开了，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相互对视着。与其等死，要不然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。好，苏月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就在我们拿上扫帚、拖把等武器，准备打开房门时，圆形对讲机又响了起来。陈哲的声音再次传来：不要出门，外面不止我们2人。果然，萍姐还有其他帮凶，推断应该是和她同一高中的那群混混。我冲着对讲机喊道：陈哲，如果你真的想救我们，就赶快报警。没想到陈哲并没有正面回答我。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话落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一声惨叫，宿舍里的几人再次陷入了恐惧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房门被人敲响。苏月看了一眼门禁，门外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女生焦急地说着：救救我，快开门！是张雪。宿舍另一个女生说道：张雪，这个女生我认识，不是很熟，学习很好，是学生会的老大，应该不是坏人。我和苏月对视一眼，决定开门，因为我们做不到见死不救。可没想到，刚打开门，躲在一旁的萍姐就立刻顶住了房门。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萍姐阴森森地说道：你们终于开门了，动手！听到命令的张雪立刻拿起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们走来，而我们握紧手中的扫把，准备与其搏命。就在这时，陈哲来到了众人面前。萍姐问陈哲：其他人呢？都已经按你吩咐的解决掉了。陈哲紧接着又说道：
这些人交给我吧。说着，拿着棒球棍走了过来。可谁知下一秒，陈哲一棍子打在了张雪的后脑勺上，张雪应声倒地。接着，陈哲又拿出刀子，将目光瞄准了萍姐。这串连贯动作将我们吓了一跳，萍姐更是一脸懵逼。陈哲，你干嘛？陈哲则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“海平，你是不是忘了陈丽丽，那个被你逼迫跳楼的女孩？她是我的妹妹。”萍姐一听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策划好的，想方设法接近我，就是为了给你的妹妹报仇是吗？陈哲微微一笑：“海平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”说着便一刀刺入了萍姐的身体。而此时楼外也响起了警报声，随后陈哲意味深长地看向我们几人，仿佛在说：“对不起，让我们受惊了。”陈哲没有逃跑的打算，而是像我们一样等待着警察的到来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永久的牢狱生活。事后，我和苏月也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被绑架的辅导员等其他同学都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，受害的都是当年霸凌陈哲妹妹的混混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宿舍的老二陈梦。他其实根本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第一个被陈哲设计好除掉了。